蛋蛋很多人都吃过，可是你们真的了解蛋蛋吗？对于这个神秘的器官都有哪些特别之处？怎么做才能吃出嘎嘎香的味道？本期视频大解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蛋蛋已经拖更很久了啊，今天给你们上线。我准备了日常中3种比较常见的蛋蛋，分别是猪蛋、牛蛋和羊蛋。这3种蛋也是跟人类的非常的相似，只要了解了其中的一种，就相当于了解了你自己的。有些朋友会问，这玩意儿真的好吃吗？这不就是个火龙果吗？你们认为跟火龙果有区别吗？只不过一个是植物属性，一个是动物属性罢了。要是论营养价值的话，那绝对是优质的上等食材。我觉得本期的抛吃一题，无论从科普的角度还是从美食角度，都非常的有意义。男生也好，女生也好，都要认真的观看。蛋蛋的学术名称称之为睾丸，共有一对着生于体外，是生产精子和雄性激素的器官。虽然是一对，但并不是完全对称，两个蛋的大小和高低都会有一定的差异。大家现在看到的睾丸是去掉阴囊以后的样子，阴囊是睾丸最外层的保护层，具有调节阴囊内部温度的作用。睾丸为什么要长在体外呢？因为精子适合生长的温度要比正常的体温略低1-2度。为了保持一定的恒温环境，当天热的时候，阴囊松弛，囊壁变薄，形成一个吊儿郎当的状态，以便于散热。当天冷的时候，阴囊收缩，囊壁变厚，散热面积减小，以确保阴囊内的温度维持在34到36度这个区间。很多年轻人喜欢蒸桑拿、泡热水澡，这个做法对你的兄弟很不友好，切记时间不要过长。来，我们看一下睾丸的具体结构。位于上端有一个扁平的圆锥体结构，称之为精索，是血管、神经、淋巴管、输精管的出入通道。在精索的内侧有一片肌肉，称之为睾提肌。通过睾提肌的收缩和舒张，使蛋蛋接近或远离身体，与阴囊一样，都具有调节温度的作用。在睾提肌的内外两侧各长有一层膜，内侧的叫精索内筋膜，外侧的叫精索外筋膜。2层筋膜在睾体的部位会融合在一起，形成一个疏松的、很薄、很脆弱的精索筋膜。剥离精索筋膜，会发现下方有一层相对较厚的膜，称之为睾丸的鞘膜。鞘膜一共有2层，我指的这层是外层，也称之为壁层，俗话叫做蛋皮儿，其口感特别的哏啾，非常好吃。内层就是紧贴于睾丸表面的这层，称之为脏层。脏层的深面由致密的结缔组织构成的较厚的白色纤维膜，此膜长有丰富的血管和神经。当你的蛋蛋受到猛烈的硬物撞击后，会感到无比的剧痛。2层鞘膜之间会形成一个空腔，称之为鞘膜腔。鞘膜腔向上延续，逐渐缩小，形成鞘膜管，与腹膜腔是相通的。正常情况下，腔内会有少量的浆液起到润滑的作用，但有些人因为发育问题，鞘膜管的管口未能缩小，这样就会造成鞘膜腔积液，会使阴囊膨大。如果管口常开的话，小肠就会脱入到鞘膜腔内，形成阴囊疝。我们把蛋皮去掉，会发现内侧长有一个半环形的部位，这个部位是附睾。附睾是存储精子的场所，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。上端的是附睾头，中间细的部分是附睾体，下端像乳头一样的部位是附睾尾。在睾尾处会分出来一条输精管，输精管一直向上延伸，通向精索，直至与尿道汇合。男性的结扎手术就是从睾丸2侧拉个小口，然后把输精管挑出来，咔嚓一剪刀剪断，然后再把2头封死。我就是没有行医资格，我要是有的话给你们做结扎，那就是老太太行大笔挺，手拿把掐。输精管是一个管壁较厚但管腔较细的管子，我们右眼就能看到里面的精液。一个成年男性每天能产生1亿左右个精子，数量虽多，但成熟过程大约需要72天左右的漫长时间，所以轻易不要浪费你的精子。那么精子是如何产生的呢？我们切开看一下内部结构。我现在展示的是猪的比较容易看。这块有一个白色的条形区域，称之为睾丸纵隔，从纵隔处会发出许多呈放射状排列的组织格，称之为睾丸小格。这些小格会把像火龙果果肉的实质部分分成许多睾丸小叶，
小叶里就是能够产生精子的曲茎小管，猪的小管比较粗，肉眼就能看得到。所有的小管都会向睾丸纵隔处延伸，末端变直为直系筋管，然后汇入睾丸纵隔。这些直管相互吻合，形成网状的结构，称之为睾丸网。最后在睾头的部位，经输出小管将精子汇入到附睾内，附睾里也是一些盘曲状的管子。以上就是蛋蛋的基本特征，关键点来了，如何区分猪蛋、牛蛋和羊蛋？从外观上看，猪蛋的血管横向排列，而且比较直，牛蛋的血管都是呈弯曲状，羊蛋的则是斜着生长。从内部看，猪的是粉不溜嘟，牛的黄不拉几，羊的白不呲啦。好了，那么这些蛋蛋怎么做才好吃呢？那必是烧烤啊！羊蛋处理一下，先把头部的金属部分去掉，然后挤蛋蛋，噗，就挤出来了。把蛋皮都解下来，先煮熟了，要不然不好穿。然后改好刀，串好串，再把副睾的部分剪下来。副睾与精索在东北俗称懒仙子，都是可以吃的。冲洗一下，去掉血水，然后串好串。剩下的蛋蛋我们一分为二，改上芒果花刀，用3根钢钎固定好。来吧，开烤。猪的、牛的、羊的，咱们都分别烤一下，试一下味道啊。先干烤一会儿，烤到干冷冷的时候刷油，等烤到表面金黄，直接撒羟粉，这就 KO 了啊。剩下的蛋皮和懒旋子跟传统的烧烤方法一样，都烤好了。来吧，开始码味儿。咱们先整个羊蛋刺身啊，尝尝什么味儿。处理这个是有方法的啊，不能乱吃。先用这个活枪啊，把这个皮儿燎一下。你不整熟的话，这个皮儿扒皮不好扒。哟呵，软爆了，香味儿出来了。翻个。哎呦，干爆了！行了，烤这样就差不多了啊。然后用手轻轻一扒，这个皮儿就下来了。你看，这就全下来了。这不就跟扒这个火龙果是一个套路吗？然后呢，咱们给它切成片儿啊。尝一片啊，蘸点吃酱油，吃。入口啊非常丝滑，软软的糯糯的，几乎是入口即化的感觉。味道整体是那种奶香的味道啊。但是呢，还是能尝出来一些那个略腥、略骚的那个不太好闻的那个味道啊。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吃蛋蛋者而言，这点腥臊味儿那必是灵魂之所在。小众口味啊，大家不要轻易的尝试。来吧，咱们吃熟的啊。这个是羊蛋，哎呀呵。闻起来就是蛋白质那种烧烤的味道啊。入口呢非常的软糯啊。烤过以后呢，那种奶香的味道就更足了，吃到嘴里面很绵密。因为我撒了羟粉，羟粉就是一种复合的调料。这种调料呢，能够把这个蛋蛋的这种强烈的那个烧腥味儿能给压制住。非常的香啊，不错啊。然后咱们再试一个牛蛋，这个，手拔不来了。
闻起来味道差不多。味道呢基本相似啊，但是牛蛋的那个实质部分呢，要比羊蛋略微粗糙一丢丢。整体味道没太大的区别。这是一个煮蛋，煮蛋这个纹理看着就比较粗糙一些，啊。煮蛋就是口感最粗糙的一个啊。明显的感觉有那个颗粒感，香度呢也不及那个羊蛋的香，煮蛋不好吃。来，这是蛋皮儿，尝一个蛋皮儿啊。蛋皮就是根啾啾的啊。它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那个胶原，有点像吃那个烤那个筋皮儿啊，烧烤里面那个筋皮儿。很 Q 弹，根啾啾的，挺好吃啊。然后这个是那个懒旋子啊，这个就比那个蛋皮儿啊更根啾了，越嚼越香。它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筋膜嘛，解体组织更丰富。我觉得啊，懒旋子也非常的好吃，下酒神器啊，嘎嘎香。做总结啊，这3种蛋，羊蛋是最好吃的啊，无论是从这个蛋体呀、蛋皮儿啊，还是这个懒旋子，都有各自的特色啊，非常不错。小伙伴们可以尝试尝试。好了，本期的老郭煎鲜就到这里啊，咱们下期接着见。